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健康饮食周报频道。你知道吗？水蜜桃其实是起源于中国，也有数千年的历史，是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代表性水果之一。而现今社会中，越来越多人关注饮食健康，但是在挑选水蜜桃时，可能会遇到酸软或者无味的情况，让人感到非常困扰。在今天的影片中，我们将要和大家分享如何挑选和保存新鲜的水蜜桃，让你吃到每一个甜美多汁的口感。而且，你知道吗？水蜜桃不仅美味，还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，例如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等等，是健康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让我们一起来探索水蜜桃的美妙世界吧。水蜜桃的历史和文化背景。水蜜桃是中国的一种水果，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代表性水果之一。就像你们最喜欢的玩具一样，水蜜桃在中国文化中也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哦。而且，早在唐朝时期，就有人开始种植和食用水蜜桃了呢。那时候，水蜜桃就像是珍贵的礼物一样，只有皇室和贵族才能享用。但现在呢，每当夏天来临，市场上就会有很多水蜜桃出现，而且价格也不贵啦。就像夏天里的小伙伴们一样，水蜜桃也成了大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水蜜桃不仅仅是一种水果，它在中国文化中还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。比如说，水蜜桃的外皮很柔软，但内里却是鲜美可口的果肉，就像是一个人的外表和内心一样，有时候外表看起来柔弱，但内心却充满了力量。还有一个有趣的说法，就是吃水蜜桃可以让人有长寿的祝福哦。这是因为水蜜桃的形状像是个瑞士表，代表着时间的流转和人的生命。所以呢，很多人都喜欢送水蜜桃给亲朋好友，祝福他们长寿、健康、幸福。最后，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水蜜桃市场。现在，水蜜桃不仅在中国，还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大的市场。有些地方的水蜜桃品种非常有名，比如日本的水蜜桃就很出名。而且，现在的水蜜桃也不再只是单纯的水果了，还可以用来制作各种美食，比如水蜜桃冰淇淋、水蜜桃果酱等等。水蜜桃的营养价值。水蜜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， 有许多好处，对我们的身体非常有益。首先，就像小孩子玩游戏一样，我们的身体也需要足够的营养才能健康成长。水蜜桃中的维生素 C 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，帮助身体抵御细菌和病毒的攻击。如果你经常感冒，那就要多吃水蜜桃，让身体变得更强壮。其次，水蜜桃也对我们的皮肤有很好的帮助。你知道吗？维生素 C 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产生，这是一种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保持弹性和光泽的蛋白质。所以，如果你想拥有一张健康又美丽的皮肤，就要多吃水蜜桃。水蜜桃不只是个好吃的水果，它还有很多好处，其中之一就是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。什么是膳食纤维呢？我们可以把它比喻成道路上的交通警察。交通警察可以帮助控制车辆的流量，让交通更顺畅。膳食纤维也是一样，它可以帮助控制身体里的废物流量，让身体更健康。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，帮助排便，避免便秘的问题。此外，它还可以减缓食物在肠道中的消化速度，使人有更长时间的饱足感，减少过量进食的情况，有助于控制体重。我们来聊一聊水蜜桃的好处，尤其是它对人体的铁质摄取的益处。你可能会问，铁质是什么？它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处呢？铁质就像是建筑工地上的工人，他们帮助我们的身体建造红色的血球。这些血球可以将氧气从肺部运输到身体的各个部位。如果身体没有足够的铁质，那么它就无法建造出足够的血球，进而影响到身体的运作。你知道吗？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哦。维生素 E 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多好处，就像蜜蜂为花朵授粉一样。
维生素 E 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保持健康，这种维生素可以帮助我们的眼睛和皮肤保持健康，让我们看得更清楚，皮肤也会更光滑。你知道维生素 E 还有什么好处吗？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抵抗坏菌和细菌，就像它是一个身体里的小英雄，保护我们的身体免受疾病的侵害。还有，维生素 E 对我们的心脏也有很好的影响，它可以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强壮，就像你练习跳绳一样，让你的心脏变得更健康。如何挑选新鲜的水蜜桃？让我们来说一下水蜜桃的质地。好的水蜜桃应该是外皮有点结实，但也不会太硬，稍微按一下还有点软的感觉。这就好比一个球类运动，球太硬的话不好打，球太软的话又没办法正常使用，只有刚刚好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其次，观察水蜜桃的表面，表面的颜色应该是均匀的，没有明显的瑕疵或损伤，就像一张漂亮的画一样，看起来舒服，而且整体感很好。最后，我们来讲一下如何挑选水蜜桃的成熟度。一般来说，水蜜桃的成熟度会影响它的口感和味道。太新的水蜜桃会比较酸，太熟的水蜜桃则会过于甜腻，不好吃。好的水蜜桃应该是成熟度刚好的，可以在手中轻轻一揉就有一点点摇摇晃晃的感觉。如何从气味方面挑选新鲜的水蜜桃？首先，让我们一起来想象一下，当你走进水果店，看到一大盘水蜜桃，你会闻到一股很香甜的气味，对吧？这是因为新鲜的水蜜桃有一种清新的气味，就像你在森林里走一样。那么，如何判断水蜜桃的气味呢？这里有一个小技巧，就是闻水蜜桃的尾部。新鲜的水蜜桃尾部会有一种淡淡的花香味，而不是发霉或腐烂的气味。所以，当你挑选水蜜桃时，记得要闻闻尾部哦。另外，还有一个小秘诀，就是观察水蜜桃的表面。新鲜的水蜜桃表面会有一些细小的凹陷，而不是光滑的表面。这些凹陷是因为水蜜桃的表皮上有微生物，这些微生物可以让水蜜桃更甜更好吃。如何保存水蜜桃？首先，让我们用一个比喻来形容水蜜桃需要什么样的环境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是一个小蜜蜂，你会喜欢待在哪里？当然是在一个阴凉通风的花园，对吧？水蜜桃也是一样，它们需要一个阴凉通风的环境，这样才能保持新鲜。那么，为什么要避免阳光直射和高温环境呢？因为水蜜桃是属于水果中的娇娃，它们的皮肤非常娇嫩，如果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或高温环境中，就会变得软烂，口感也会变差。因此，我们要把水蜜桃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，避免阳光直射和高温环境，最好把它们放在冰箱里面，这样可以延长它们的保鲜期。如果要保存水蜜桃较长时间，可以放在冰箱中，就像我们会把冰淇淋或可乐放在冰箱里一样，这样可以让水蜜桃保持新鲜和好吃。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它与其他水果放在一起，因为有些水果会产生乙烯气体，这种气体会让水蜜桃变质更快。再来，如果只是要保存几天，可以把水蜜桃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，就像小朋友们会喜欢在阴凉的树下玩耍一样，这样可以让水蜜桃保持它的甜味和营养，而且不会变质哦。水蜜桃的不同烹调方法，我们将向你展示如何制作美味又健康的蜜桃派。食材清单，让我们先来看看制作蜜桃派所需的食材清单。3个蜜桃，1/4杯橄榄油，1/4杯蜂蜜，1/4杯全麦面粉，1/4杯杏仁粉，1/2茶匙泡打粉，1/2茶匙肉桂粉，1/4茶匙盐，2个蛋，1/2杯低脂牛奶。器具和设备，接下来让我们看看需要哪些器具和设备。9英寸的蜜桃派饼盘，搅拌碗，搅拌机，烤箱。烹调步骤，现在我们来到烹调步骤，让我们一步一步来。步骤1，先把烤箱预热至华氏350度，
摄氏180度。步骤2，将3个蜜桃去皮切成小块，放入搅拌机中打碎。步骤3，在另一个碗中混合1/4杯橄榄油和1/4杯蜂蜜，搅拌均匀。步骤4，将混合物倒入搅拌碗中，加入1/4杯全麦面粉、1/4杯杏仁粉、1/2茶匙泡打粉、1/2茶匙肉桂粉和1/4茶匙盐，搅拌均匀。步骤5，在搅拌碗中加入2个蛋和1/2杯低脂牛奶，搅拌均匀。步骤6，将蜜桃泥倒入蜜桃派饼盘中，把烤箱放入烤箱中烤40到45分钟，或者直到饼盘中的派熟透。步骤7，取出烤盘并让其冷却，然后把蜜桃派切成块即可食用。烹调时间，整个制作过程大约需要1小时，其中烤制时间约为40到45分钟。烹调提示和技巧，确保所有材料和器具都处于室温状态，这有助于使混合物更均匀。在搅拌过程中不要过度搅拌，以免派变得过于稠密。如果派边缘变得太暗，可以用铝箔纸轻轻覆盖一下，让蜜桃派完全冷却后再切片，这样可以保持派的形状和口感。蜜桃富含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A， 并且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抗氧化剂，能够帮助保持身体健康。此外，使用全麦面粉和杏仁粉能够为身体提供更多营养价值，同时也可以减少对加工过的白面粉的依赖。我们将教大家如何制作健康的蜜桃果酱。这款果酱不仅美味，而且营养丰富，适合全家人享用。让我们开始吧。食材清单：新鲜蜜桃1公斤，柠檬汁2汤匙，蜂蜜1:2杯，果胶粉2茶匙，水1/2杯。器具和设备：大锅、砧板、刀、汤匙、玻璃罐。烹调步骤：步骤1，将蜜桃洗净、去核，切成小块。步骤2，将蜜桃块放入大锅中，加入柠檬汁和水，用中火煮沸。步骤3，当蜜桃变软时，用汤匙将果肉压碎，形成果酱状。步骤4，加入蜂蜜和果胶粉，搅拌均匀，继续煮沸5分钟。步骤5，将果酱倒入已消毒的玻璃罐中，盖上盖子，让果酱自然冷却。烹调时间，总烹调时间大约为30分钟，其中包括蜜桃煮沸和冷却的时间。烹调提示和技巧：选择成熟但不过软的蜜桃，以保持果酱的口感和风味。可根据个人口味调整蜂蜜的分量，增加或减少甜度。为了更好的保存果酱，请确保玻璃罐已经彻底消毒并且前燥。果酱冷却后，可保存在冰箱内，保存期限约为3个月。营养信息：这款健康蜜桃果酱富含维生素 C、维生素 A 和钾等营养素，有助于提高免疫力，维护视力和保持心脏健康。此外，使用蜂蜜代替糖，可以减少果酱中的糖分摄取，更适合关注健康的朋友们。当你看完我们的影片之后，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想要和我们分享你的经验，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目标就是为观众提供有用的营养和健康信息，帮助你们过得更健康、更快乐。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那么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最新影片。同时，如果你认为这个影片对你的朋友、家人或者任何你认为有需要的人有帮助，请无私的分享给他们。我们相信，只有当大家一起学习和分享，我们才能够共同成长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。最后，感谢你们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